你正要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吗？还是你正要进入一段婚姻关系？你真的清楚知道除了我爱你和你爱我以外，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吗？ Hello， 我是 Mina Wen。我今天为什么突然要聊这个主题呢？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离婚的离婚，美满的美满。那跟很多姐妹聊过，尤其是那些离婚的，然后离婚当中他们还有小孩的，就事情更复杂。然后我就觉得希望可以帮大家总整一些大问题的重点，让大家了解，然后和避免掉不必要的争执。好不好？其实你们可以不用离婚的。我也是蛮替这些姐妹心疼的，就我每天都在看他们的律师函啊什么的，也不是在婚姻中的交往中不停的争吵，就是完全明白他们的为难之处，所以我就决定录一个这个给大家总整一下，就是希望大家幸福。首先，在爱都应该要知道的金钱价值观这个点，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我的看法是，假如说我觉得一个便当最贵80块，那如果你的对象他觉得一个便当600块也 OK 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价值观。或者是说金钱不一定要是财务上的，也有可能是他觉得骑摩托车通勤没有关系，但有些人就是非得开车，他觉得开车就是比较安全，这件事情两个人就要讲清楚。然后还有金钱是否透明化，有些人不在意金钱透不透明化，但是会要讲透明化，原因是因为有可能这个人有债务问题，婚姻中有债务问题就会非常的复杂。但如果你只是在恋爱关系的话，债务问题眼睛就要睁大，就不要再替就是女友或男友还钱还债了这样子。债务这个东西，如果是他的债务，然后去影响你自身的温饱什么的，我是觉得下一位为什么非得选这样子的人呢？是不是？其实债务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，问题是这个债务的根源是什么？房贷你可以接受，还是说他真的就是跟人家借钱，然后拿去乱消费、乱花钱，买包包、买车子、买什么的，这样就是要看他的债务来源是什么。然后还有财务的分配，例如说吃饭的时候是我们 AA 制吗？还是说今天你请，今天我请，还是说其实大家也随意这样子？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情侣刚开始还好，后期会因为这个大吵架，然后分手。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有没有要 AA 制还蛮重要的，刚开始就要旁敲侧击的跟对方聊一下对这件事情的想法。你要先了解自己可以接受什么东西，然后去了解对方是怎么样子想的，然后你能不能去理解对方、包容对方，一起达到共识，然后一起这样子去实行。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争吵。婚后经济分配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，先注意哦，这跟上一点有一个区别是，这是婚后经济分配，就是你们的财务要分开持有，还是说要共同持有？例如你们有房子，这房子要登记在谁的名下，或者说你们有一些车啊，甚至股票，因为这些东西一定要登记在一个名字下面，在婚前先讲清楚，然后婚后就比较不会为了这个事情争吵。我是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有2栋房子，至少有1栋登记在女生名下啦，因为毕竟女生就是你知道替你家生个孩子，我这样讲 OK 吗？好啦，就是这是大家的自由，就是你要先认清你可以接受什么，然后男方也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再结婚，男生也是啦，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到什么样子，然后女生也 OK 再求婚。还有就是零用钱的部分，因为有些可能女生会说所有钱都归我管，你1个月只有5000块，这就是她的理念。那有些男生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绝对要在结婚之前讲清楚，因为有些男生他可能觉得我的钱就我的钱，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但有些女生不是这样想，因为女生想要持家，所以这一切真的要在结婚之前就要谈清楚，而且千万双方不可以有一个人昧着良心，只是为了我想要娶这个人，我想要嫁这个人，然后就不把自己的真心说出来，你们这个最后都还是会逼婚收场。诚实的认清自己要什么，然后告知对方。好，再来坦诚彼此原生家庭状况，例如你家里面很传统，那对方家里面很开放，你们要结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要求对方有聘礼金，但是对方觉得现在这个新时代，他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，或者说有的人希望把婚礼办得很大，但有些人就希望就登记结婚。然后更深一点就是宗教，有任何一方的宗教没有办法接受另外一方的话，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，这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，因为这会家庭革命。
不行，或者是说婚后一定要住家里的，你们不可以搬出去，就是要跟父母住，就是要照顾父母这样子。这种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，你真的好好考虑，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想法，还有你自身希望是什么，必须清楚的知道，或者说你希望怎么样，然后刚好也跟你自己的父母有抵触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要先跟你自己的父母去沟通，做一个折中之后，然后再把你的伴侣拉进来做沟通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沟通彼此生命中的地雷，就大概是你人生的底线啊，或者说你不可原谅的事情，例如婚姻中劈腿，你能不能原谅？我是知道很多男女都一样，就是为了可能有孩子了、家庭，最后是可以原谅这件事情，但是有些人不行。那这个结婚前，我觉得是必须讲清楚的。但有些人底线就是很高啦，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有声音啊什么的。如果你底线那么高的话，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进入婚姻。还有就是说谎啊，对我的父母不敬啊，这可能也是很大的底线吧，因为这是我的底线，但不表示我觉得劈腿 OK。好，还有一个底线，我觉得婚姻中很忌讳就是赌博，你不能赌得倾家荡产，就是没地方住、没饭吃，然后孩子饿着了，这样完全不行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婚姻里面的底线，这个我们就是下一点会讲到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在讲金钱这东西有点怪怪的、不舒服、有点别扭，但是现实层面真的在婚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不要再做梦了。现实层面。你自己都养不活，然后你养家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就是一个家里面，然后没有现实层面的第一个基底的话，你怎么成家？必须考量对方和你自己财务状况。这样，那我们下一点讲家庭计划，生儿育女。例如说，你们要做婚前的健康检查。在健康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对方他是有问题的，或者说自己有问题的，遇到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怕。所以在做健康检查之前，我觉得要先沟通一下，对方或自己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可能对方家人如果对自己有攻击，或者说自己这边家人对对方有攻击，其实都不是好的状态这样子。所以健康检查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沟通这样子。刚讲生儿育女嘛，那还有怎么教育孩子？你要让他念公立的，还是你要让他念私立的？出国念书，这些都是在进入婚姻之前需要考量的。甚至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就可以慢慢在聊这一块了，不需要步入礼堂前才开始聊。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，就应该要偶尔聊一下，希望未来的愿景是什么，婚姻状态是什么，我们10年后、20年后希望看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其实还有房子怎么买，要住哪里？也许他今天想住台湾，也许他今天想住美国。然后还有什么婚后怎么生啊？这也是一个我要剖腹还是我要自然产？但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尊重女生比较好，甚至是坐月子，坐月子的费用谁付呢？我月子要做多久呢？其实这都是一些很细项的问题。如果你内心有提出任何的疑问，我是觉得在所有的沟通里面都应该要同时理智的提出，然后理智的去解决，然后达成一个共识。大家真的要心平气和，好好沟通。要先认清一点，就是我们今天是来沟通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情侣之间很容易因为一些词汇，然后情绪就上来。接着，沮丧低潮是希望对方怎么陪伴。现在举个例子，例如今天2个人其中有一方失业了，或是2个人其中有一方得了重大疾病，那该怎么办？因为你们如果突如其来的发生这个状况，我相信大家会突然的慌乱，然后你知道人在不定的时候很容易做出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。我是觉得应该要先沟通好，如果我们遇到这个状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个储备金，以防我们有这个状况？像生病也是，如果他今天得的是癌症或者是重症、重大车祸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就绕回刚刚前面的婚姻当中，现实层面真的很重要。那当然，如果最后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知道在生病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失业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不可能照着你前面的流程走。我今天失落就失落，我根本就不想管前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，定了什么条。建议如果真的这么失控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些咨商啊，或者是接触一些心灵方面的东西，其实对情侣之间、夫妻之间都是蛮有帮助的。婚姻中全靠演技，我相信如果忍耐有用的话，你应该不会看到这边。国外有一个知名的离婚咨商师 Sam Margolin 博士，有曾经说过一段话：一段婚姻不会突如其来的破裂，婚姻会随着时间不时流逝。这件事情是真的。
不要小看时间的摧残，在每一段婚姻里面，两个人互相去做调整，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感情好就这样子一辈子。当然我们不是靠演技，不是靠忍让，是靠沟通，是靠一起去经营它。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真正经营的意思。你很用心的工作，我觉得我是好爸爸，我把孩子教育好，就是一个用心经营，不是。我觉得心灵上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常常为了一张纸，然后变得处处要忍让对方。我刚刚说的那张纸就是结婚证书，不要为了你的结婚证书，觉得说我害怕离婚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害怕争吵啊，然后就不把自己的委屈或者说自己的不平衡讲出来，然后就一直忍住。的确你会不想要去触碰一些有可能冲突起来的事情，但我觉得如果有任何的委屈或是任何觉得不平衡的地方，都需要好好的去跟对方做一个良好的沟通。良好的沟通讲3遍很重要，对方耳朵也是要打开听，然后不要觉得别人说的话都是恶意，不是。我觉得今天每一个人会想要把话讲出来，真正的用意是为了要沟通。应该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用意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不要因为感情上面有一些摩擦破裂，然后就把自己的耳朵给封住了，这样子会越演越烈。所以这样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你如果发现你的另一半一直在讲一个重复的事情，然后你就觉得他怎么一直翻旧账，或者说你有一件事情你很想讲，然后你开过1-2次口之后你不敢开，最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解决。那我是觉得婚姻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最后一道防线，肢体暴力、言语暴力，就是你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，真的要向外求助，打110-113，找专业的医生做咨商。外伤会复原，但是内心的创伤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个问题，你自己没有办法好好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话，真的要找咨商师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孩子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话，我觉得也要正视一下孩子的问题。暴力，无论言语或是肢体，在孩子的心里面绝对是有很大的影响，在他的成长里面。最后一点就是，你要为了你的孩子做一辈子的牺牲吗？例如说，你们已经婚姻真的出了很大的状况，就像我刚刚讲的肢体暴力，我觉得要评估一下，你有必要为了因为你们有孩子而牺牲你自己的一生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去正视它。你如果不离开这样子的人，你觉得你的孩子会比较幸福，会比较快乐吗？我自己是在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没有办法去保证说离异这件事情不会对孩子有影响，但是我相信暴力这件事情绝对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。那离异的影响，目前对我的影响就是，其实我觉得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多。只要你有好好去教育他，告诉他今天到底我们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会比较容易看清一些现实层面跟很多问题的根本。其实有一种被迫成长啊，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暴力行为的话，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就是直接离开，对孩子跟对你自己会是最好的选择。讲到后面就是袖子都卷起来，有看到吗？要维持现况呢，还是分手？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，觉得大家还是要依据自己的现况、孩子的情况、另一半的情况、你的原生家庭和你现在的家庭所有的情况去做最好的选择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审思的一些事情。这样子就是必须好好的评估跟考量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跟大家讲解。OK， 以上就是不论你要进入一个新的恋爱关系或是新的婚姻关系，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依据跟我的一些范例给大家参考。OK， 今天就到这，下次见，谢谢收看《喵问》，拜拜。